价值$50的破车壳却要造一辆10万美金的卡车。这是史蒂夫接到的一个非常励志的项目，客户想在毕业前给家里打造一辆运输车，让父亲用来跑运输，改善现有的生活。但由于奖学金和兼职赚的钱有限，想找史蒂夫帮忙以5万美金打造。当史蒂夫听到这时，却有些为难。可是自己也是一个父亲，看在孩子的一片孝心下，准备赔钱接受这个委托。其实这个车壳是70年代常用的一款运输车，它专为外出搬运货物而设计的，在那个年代很受众人的欢迎。可眼下却只剩下一个破车壳，员工把它从车上卸了下来，一起将其运到车库后，史蒂夫就开始为这个有意义的卡车设计了起来。作为一辆运输车，首先是需要坚固耐用，给外边加上一些狂野的元素，并在车头设计一个实用的绞盘，给人一种撕裂地球的感觉。可只有一个车壳，大家也难有作为。于是史蒂夫就想到了好友杰尔，他的农场里有很多辆道奇卡车，可没想到见到杰尔张口就要1万美金。这时史蒂夫也打起了感情牌，连蒙带忽悠的以6000美金成交。为了不让杰尔后悔，在好友刚离开后，就派了2个员工去牧场取车。当2人赶到牧场后，却没想到让杰尔抓起了劳工，要把车上所有的草堆都卸下来才能开走。而车厂里的员工也不能闲着，正在对车壳做着打磨的工作。另一边的小红帽也在检修客户带来的发动机，没想到经过检查之后，发现这个发动机竟然是个坏的，要想修好还不如买一个新的。于是史蒂夫来到了阿特的车厂，这里收藏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卡车。在老先生的引导下，史蒂夫找到了一个工具箱，还有2个成色很好的轮毂。在回去时顺道选了个发动机后，就赶紧回到了车厂，这才看到悲催2人组把车子开回来。于是众人齐上阵，将车厢先掉了下来，接着简单的将底盘清洗了一下。当底盘清洗完后，众人将它推到了指定位置。这时史蒂夫顺道买的发动机也到货了，这是一款24个气门1000马力的柴油发动机，完全可以承担拉东西挂拖车上山下河的主动力。众人将变速箱和发动机组装到了一起，利用吊车将其安装到了底盘上。可这时却遇到了问题，当驱动轴和分动箱连接时，由于轴距太大无法和分动箱相结合，顿时众人陷入了沉默中。一般同类型的卡车都是单轴的，史蒂夫却没想到这个是需要4轮驱动的双驱，如果这个解决不好，这次的项目就要被搞砸了。在经过几人的商讨后，只有重新购买对应的部件进行更换，这无形中给一个赔钱项目改造增添了风霜。对于内部的紧张气氛，外面却有着和谐的一幕。美女正在和油漆师傅学起了风化油漆的制作方法，看着又旧又生锈的表面，不得不说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艺术形式。这时的底盘已经组装完成，众人将车壳和底盘组装到了一起。当把车厢安装上去时，众人就对细节部分开始完善。他们先把玻璃安装到车门上，然后连接好车灯的线路，一一的把尾灯安装好。而美女依然在玩着油漆，她准备把模型上的图案绘制到车门上。当史蒂夫向发动机内倒入机油后，他们就开始对发动机的第一次启动尝试。可没有想到，还没怎么样就发生了燃油泄漏，大家迅速的动了起来，都在检查漏油的原因，却没想到是杰恩连接错了燃油系统，其中的另一端没有连接，产生了漏油。于是他选着了一根全新的软管，从前面连接到油箱上，在完成后又开始了测试。没想到依然没有成功，可这时距离交车就剩下几个小时了，众人的心情都提到了嗓子眼。还好杰恩找到了问题所在，由于之前燃油系统接错，导致系统内有空气，让管道内压力过大，现在必须把油管的空气放出来。解决了问题之后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尝试。这次发动机终于成功启动，众人的心情和轰鸣声一起激动起来，提到嗓子眼的心也掉了下来，终于可以按时交车了。当父子2人看到卡车后，开心的碰拳庆祝。这次的改装深深地打动了客户的内心，前端的铲斗设计既美观又很实用。在车厢上，史蒂夫还贴心地安装了工具箱，里面可以放一些实用的工具和铁链，并且还有特意设计的挡泥板，让车子更富有劳动人民的特色。而脚踏板上焊接了旧的扳手，还有玩具枪的挡把的设计，更加击中了客户的心理。看到这的父子2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上去试车了。